这是哪儿？我应该在勘探现场。山体滑坡，不是做梦，我穿越了。这身体原来的主人也叫神风。不管了，先搞清楚状况再说。奉凉州知府李大人令，为恢复边镇人口、充实户籍，特行配婚之法。凡黑石城流放男子未娶妻者，可从发配女子中择一为妻，每多娶一人，每年加人丁税粮3担。穿蓝衣服那个，屁股大能生养，归我了。右边那个壮的你拿着，剩下几个瘦的不止30两。胡哥说了算。石灰岩，风化严重，但品味不错。那些黑的是煤桥石，上游应该有露天煤矿。守城士兵12个，装备落后。这里是流放地，官府只管收税，不管死活。有机会，但不是靠种地，是靠地下资源。就这5个，要挑的赶紧过来，先挑先得，挑剩的带回去关牢里。这个归我了，我要这个。这个有肉一点，我要它。还有没有人要？没有拉回牢里。这2个加起来不到150斤肉，取一个白交30两，取2个白交60，谁要？反正我不要。虎口有茧，不是脓茧，是长期握银针磨出来的。指甲在牢里还保持整齐，受过良好教育，3针并1针，专业织户才会的手法。这些女人不是普通农妇，她们是一技之长的技术人才。这2个我都要了。你说什么？2个就是60两，你交得起60两吗？配婚令上写的是配婚次年起征，法令原文：配婚之民次年入册，始征人丁税。今年不用交。法令上确实是这么写的，但你明年也得交60两，一粒不能少。那就明年再说。现在我先把人领走。姓沈的，娶2个老婆，看你拿什么养。到时候饿死了，你那2个女的还得归老子。他说的对，你养不活我们，为什么不只挑一个？你叫什么名字？苏锦月。你呢？叶小活。你虎口有茧，不是农活磨的，是长期握银针磨出来的。你父亲是大夫。你怎么知道？3针并1针，平织错位法，普通农妇不会这种手法。你是纺织户出身，你们不是负担。衣冠之女能治病，织户之女能织布。给我3个月，我会让你们看到知识和手艺能换来什么。这能住人吗？屋顶都没有，比牢房强。土坯用的是河滩泥，粘性不够，难怪裂成这样。叶小河，去找干草，越多越好。苏锦月，在门口挖一个坑，不用太深，2掌深就够了。挖坑干什么？过滤水，这地方的水肯定不能直接喝。为什么要修房子？反正可能也活不了多久。因为我是工匠，工匠活着不只为了活着本身。明天天一亮要去城外看资源，今晚先把屋顶盖好，去找干草。水变清了，沙子和碳就能把水变清。这叫过滤，碳能吸附杂质和异味，沙石能过滤大颗粒。不过这个水还不能直接喝，明天烧开了再喝。现在至少不用喝泥汤了。你说话的样子不像黑石城里的流放犯。这个明天去城外多捡些回来，能派上大用场。煤，河滩上这一层全是煤角石，上游有露天煤矿。这个铁矿石，品位至少4成。还有石灰石，城墙那些风化的就是。煤是什么？比木炭更耐烧的燃料。有了煤，我就能烧窑；有了窑，就能烧出石灰；有了石灰，就能做水泥，比石头还硬的水泥。水泥是什么？明天你们就知道了。现在多捡些灰白色的石头，越多越好，那是石灰石。这是石灰窑，
用石头和黄泥砌，石灰石从顶部加进去，煤从底部烧，烧1天1夜，石灰石就变成生灰。生灰石加粘土一起炼烧，碾成粉就是水泥。生石灰我在凉州窑厂见过，有钱人家刷墙用的。但你说的水泥是什么玩意儿？水泥加沙子加水，干了以后比石头还硬。马师傅，我需要你带人砌这个窑。周师傅，我需要你帮我打一把大锤和一些铁屑，采石用的。我去生火，白忙活3天比闲着等死强。铁疙瘩都动手了，我也干，反正闲着也是等死。姓沈的，听说你要开窑，你当你是大财主？伯父，你有什么事？没事就不能来看看？你今天早上出城捡了一堆破烂石头回来，你是饿疯了还是被打傻了？没什么事儿，就请你让开，你踩到我的线了。你小子嘴硬，行，我看你能硬多久。你不怕他？怕什么？他只会用拳头，而我有图纸。今天是石灰窑正式点火，石灰石加煤，烧1天1夜。明天这个时候出窑，如果成功了，黑石城就会有水泥，一种比石头还硬的东西。水泥能干啥？能修城墙，能建房子，能铺路面，能让你家屋顶不再漏雨。现在加料。哼，烧石头，烧出一堆碎渣子来，看你怎么收场。这石头怎么跟活了一样？石灰遇水会发热，这股热量能消毒杀虫。接下来我要用它做水泥，明天早上这块饼就会变成石头。泥浆变石头，沈小子，你要是能把这泥浆变石头，我给你磕3个头。磕头不用，要是成功了，你帮我盖一座更大的窑，砖窑。真的变成石头了，比石头还硬，而且没用火烧就泥浆晒干，这是什么手法？不是手法，是水泥。马师傅，你现在信了吗？信，沈小子，沈爷，你说吧，那砖窑怎么盖？我现在就带人去盖。砖窑和石棺窑类似，但要更大更精密。我要的砖不是土坯砖，是青砖，高温烧出的青砖，硬度比官窑的还高。水泥加青砖就是真正的永久建筑。别碰，干了之后会粘在手上洗不掉。明天早上来看。这比原来的城墙还硬。我在黑石城8年，头一回见墙洞能补得这么结实。叶姑娘，这有2斤糙买，能不能换点那个能补墙的灰粉？我家那破墙要塌了，就指望这宝贝活命了。老人家别急，按沈先生定的规矩，2斤粮换1豆粉。您在这儿按个印子。看到没有？这就叫信用。他们信这块水泥值2斤粮，就愿意把粮食交给我们。信任一旦建立，黑石城就会有商业。今天换来的粮食够吃半个月，但你的水泥粉全换出去了。明天你要拿什么继续换？明天石灰窑继续烧，水泥产量翻倍，而且砖窑3天后点火，砖比水泥值钱，1块青砖能换2斤粮。你真有把握烧出青砖？有，水泥只是第1步，砖是第2步，铁是第3步。3步走完，黑石城就不再是流放之地了。如果你真能做到，我帮你。你已经帮了。那些破布做的过滤器让工人们喝上了干净水，他们没拉肚子，所以有力气干活，这就是帮忙。砖窑比石灰窑温度高得多，要烧到1000度以上才能出青砖。窑壁要用最好的内活土，砖坯要用黄泥加细沙，摔打透了才能入模。1000度是什么？就是比石灰窑更旺的火候。等你看到砖烧成青灰色的时候，就是1000度。4个角一定要压实，砖坯进窑后最怕边角开裂。泥要摔透，模要压实，脱模要轻。记住了，合格率能到90%。记住了。这砖坯比我当年在凉州窑厂建的还整齐，
不是手艺问题，是模具问题。木模尺寸统一，拖出来的砖坯就统一。尺寸统一了，砌墙时砖缝才能对齐，这叫标准化。今天点的是砖窑，水泥加青砖，就能建真正的房子，不是土坯房，是砖房。在黑石城住了5年、10年的人，你们见过砖房吗？今天之后，黑石城会有第1座砖房。点火！你不去睡？第1窑最关键，温度控制不好，砖不是烧酥就是烧不熟，我要亲眼看到出窑。你说过以后会有自来水，那是真的吗？真的，用铁管代替主管，用水泵代替自然落差，黑水和水过滤消毒后，通过管网送到全城，拧开水龙头就是干净水。如果真有那一天，黑石城就比京城还好了。会有的，砖窑是第1步，准备烽火。青砖，正经青砖，比凉州官窑的还硬。从今天起，黑石城有了自己的砖，1块砖换2斤粮。他娘的，姓沈的有了砖和水泥，全城人都得找他换。等到明年，黑石城就不是我说了算了。胡哥，那小子有个本子，方子都在上面。今晚就去，我亲自带队，抢了本子，他敢反抗就弄死他。动作轻点，拿到本子车，别弄出动静。有人，好多脚步声。赵虎来抢方子了，苏景月叫醒小何，把剩下的石灰块全部砸成粉，快！石灰粉是干的，师傅挡不住。姓沈的，交出方子。你要配方，好，给你。我的眼睛！我操！救命啊！我也看不见了，这白粉有毒，烫死我了！配方在这儿，石灰加粘土，比例3比1。记不住，求你放我一马！下次来，我要你的命！滚！你说下次不是石灰粉，还有什么东西？现在还没有，但快了。我需要铁，需要钢，下一道保障必须是无可抵挡的。我等着看。沈小子一把石灰扬出去，9个人全趴下了。赵虎跪在地上叫爷爷。石灰窑继续烧，从今天起，水泥产量翻倍。另外，我要建一座炼铁炉。高路选址3个条件：靠近水源，靠近铁矿，地势高于洪水线，这里全满足。河对岸山梁上就是露天铁矿，河滩上的煤用独轮车推过来，水车架在河上，水流驱动水车，水车带动风箱，这样就不用人拉了。这炉子比砖窑还大，温度得多高？铁的熔点是1148度，达不到这个温度，铁矿石就只是烧红的石头。高炉要烧到1300度以上。1300度，比砖窑还高3成。对，所以高炉内衬要用最好的耐火土，出铁口要装水冷铁闸门，铁闸门里面留空腔灌水，铁水温度再高也烧不化。周师傅，这个铁闸门需要你亲自打。水冷铁闸，这法子你怎么想出来的？书上看的，先平地基。这齿轮咬合还不错，我在凉州窑厂干了30年，从没见过用水车鼓风的。水力鼓风在南方早就有了，水流日夜不停，人力会累，水力不会，这是高炉比普通铁匠炉最大的优势。这风比周铁拉风箱还猛。行了，水磨没问题了。石灰窑烧出水泥，砖窑烧出青砖，这座高炉要烧出铁。
火焰亮白带蓝心，1300度。铁矿石在这个温度下会融化，快了。铁水，真的是铁水！我打了20年铁，从没见过铁水像河水一样流，这辈子值了！亲眼看见铁水流出来。这就是铁，第1炉，以后会有第100炉、第1000炉。你要把这些技术都教给他们，一步一步来，先把基础工业建立起来，煤、石灰、水泥、砖、铁，等基础稳定了，再教更高级的东西。更高级的东西，就是你图纸上那个东西吗？铁已经有了，是时候制作出来了。这是火器，朝廷严禁民间私造火器，私造火器形同谋反，诛9族。所以知你知我知，苏锦月也知道，他不会说出去。这个转轮怎么转？转轮上有6个弹槽，扣1次扳机，转轮转1格，击锤落下，子弹射出，可连续击发6次。6连发！军器剑的火铳打1次要装1次火药，你这东西一个人抵得上6个火铳手。这活我接了，但我有个条件，第1颗子弹必须朝天放。我周铁打了20年铁，从没想过要造杀人的东西，要造得先让老天爷知道。好，第1发子弹祭天。7天了，我做了一辈子铁，没做过这么精密的东西。这玩意儿别说黑石城，整个凉州府都没有。大约2斤半。明天晚上试枪，出城去废弃矿洞。叫苏锦月吗？叫。他也知道了，而且他是大夫，万一试枪有问题，有他在。这是第1发，这声音比打雷还响，比军器卷火铳响10倍。第2发是精准度。沈先生，有了这宝贝，这天怕是真的要变了。这只能关键时候用，子弹是我用最原始方法配的，可靠性只有60%。外壳可以做铜钱，还有内心也可以铸，河畔上捡的矿石够用。但关键的引发部分需要2样基础资源，这2样东西现在造不出来，替代的粉料当推动材料勉强能用，但做不了那个引发环境。那怎么才能把可靠性提升到10%？除非造出雷锰，但雷锰需要化学实验室烧杯试管蒸馏器硝酸汞，这些东西在黑石城不可能凑齐。至少要等商路完全打通，能买到西域的化学原料，可能半年，也可能1年。那这段时间怎么办？靠工业，手枪只是保险，真正的防御体系是城墙、弩机、投石车、火药罐，这些不需要精密零件，不需要雷摆，只需要铁、木材和黑火药。接下来要做的是让黑石城变成一座堡垒。这些砖和铁是谁造的？我要见你们管事的。在下王有才，凉州行商，听闻黑石城出了好砖和好铁，特意绕道过来看看。敢问阁下可是沈峰沈老板？我是沈峰，王老板远道来辛苦。砖和铁随便看。沈老板痛快。那青砖怎么卖？1块砖换2斤杂粮，或1块砖换1斤粗盐。贵了。凉州城官窑砖1块才换1斤半杂粮。王老板，你刚才敲过我的砖，凉州官窑砖敲起来什么声音？闷的。你的砖敲起来脆的，
像敲石头。因为我的砖是高温烧出的青砖，硬度比官窑高1倍。砌墙用水泥，干了之后比砖还硬。凉州官窑砖砌的墙，铁锤能砸倒；我的砖加水泥砌的墙，你让守备府的府兵来推都推不倒。水泥怎么卖？1斤水泥换1斤半擦梁，或1斤水泥换半斤粗盐。铁锭呢？生铁锭1斤换3斤擦梁，灌钢钢锭1斤换10斤两。你有钢？灌钢，凉州军器间的百炼钢要反复折打几10次，10天才能出1块。我的灌钢3天出1炉。沈老板，你这黑石城藏龙耀虎啊，水泥放在凉州城都是能让军器院和户部抢破头的硬货。王老板只要知道黑石城能长期供货，你要多少供多少。这是酒精，用粮食蒸腰做的，擦在伤口上能防止化脓。你常年走商路，难免磕碰受伤，这瓶送你，用得好，下次来再谈批量订货。这是酒，不对，比酒烈得多。我在西域商人那里见过一种火酒，能点火，但你这东西比火酒还纯。沈老板，你送我这瓶东西，比你卖我那些砖铁还让我长见识。10天之后我再来带更多货来。一路顺风。你送他那瓶酒精，不是白送的吧？那瓶酒精是试用品，他用得好，下次会主动要求订货。而且他会在凉州城帮我们做免费广告，行商的话，同行都信，比我们自己推销有效100倍，这叫市场培育。这他娘的，姓沈的有了砖和水泥，全城人都得找他换。他手里攒的粮食会越来越多，等到明年，黑石城就是他说了算。胡哥，王有才那批货的货款，听说有6000斤粮，上次石灰粉是咱们大意了。这次多带人，带30个，30个人踩都把他踩平了。明天中午，带30个人直接去批场，当着所有人的面让他交出王有才那批货的田款，不交砸了他的窑。但都给我记住了，这次蒙师部带木盾，防着他的石灰粉。姓沈的，出来！我有话跟你说。赵虎，眼睛好了，今天带这么多人来，是要干什么？好了，托你的福，姓沈的，今天我不是来打架的，我是来跟你谈判的。谈什么？王有才那批货的货款，我听说是6000斤粮。这黑石城按老规矩，买卖货物要交1成的地头费。你给我600斤粮，以后你的买卖我保你平安。不给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赵虎，你带了30个人，我以为你是来拼命的，结果是来要保护费的。拼命也行，上次石灰粉的事儿别想再来一次。看到了吗？狮牛皮盾防你的石灰粉，你还有什么招？尽管使出来。又想玩石灰，没用。这是什么？一块铁疙瘩？不知道，像是铁匠打的什么工具。上次我告诉你，下次不是石灰粉，这就是下次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它叫手枪。20步之内，我说打你左眼不会打到你右眼。你觉得你们30个人够我打几枪？赵虎，
你有力气带着30个人来打架，不如带着30个人来干活。我给你们每人1天3斤粮，比你收保护费赚得多，干不干？你还肯用我？你这力气不用浪费，从河滩搬到皮场，一担矿石100斤，1天100担。从明天开始，干不干？干！都听到了，从今天起，黑石城的规矩变了，想吃饭的用劳动换，想闹事的，刚才那个逃困就是下场。你们看到了，陶矿碎成什么样，人的脑袋就是什么样。听明白了没有？明白了。弩机垛口留6个，每个垛口可架2台弩机。瞭望哨设在崖壁那块突出的岩石上。投石车底座打好了，2台交叉覆盖，谷口前方300步没死角。拉力大约1时半，普通人用脚蹬能轻松拉开。上弦器做好了，摇这个手柄，棘轮咬合，慢慢把弦拉上来。6岁小孩都能摇动。好，弩机先做20台，弩箭先打1000支，箭头用周铁的钢箭头，不是铁箭头，钢箭头能射穿皮甲。你来，沈大哥，让我试试。真的拉得动，我以前拉过半时的弓都费劲儿。这就是弩比弓强的地方，省力，上手快。从今天起，赵石头，你负责训练弩手，每天练1个时辰，重点练上弦速度和瞄准。交给我，20台弩轮流练，弩机不能闲。装了10几个了。小罐16个，大罐4个。小罐装药2两，杀伤半径大约1丈；大罐装药半斤，外面裹了周铁打的碎陶片，杀伤半径大约3丈。你怎么知道效果范围？你本子不上写的，我照着抄的。苏锦月，配火药很危险，碾磨时稍有不慎，火星溅进去就会炸。你怕不怕？怕，但怕也要做。流放路上，我母亲发烧，没有药，我看着她在路边一点点咽气，押送的官兵就站在5步外啃干粮，看都不看一眼。那时候我明白了一件事，在蛮荒之地，救人的前提是活下来，活下来才谈得上救人。这些火药罐不是杀人的，是保命的。我有个想法，织布坊可以招些女工。黑石城好多女人没活干，整天蹲在墙根等死，我可以教她们用飞梭织机。这个想法很好，从明天起，你当织布坊的管事，招10个女工，年龄不限，愿学就行，每人1天2斤粮。从现在起，黑石城进入第2阶段，不是求生存，是谋发展。第一步，把产品线从砖铁扩展到玻璃。玻璃是什么？比镜子还亮的东西，等着看吧。大人，沈峰那边最近动静很大，他们在谷口修城墙，不是补旧墙，是拆了重建。新墙用青砖和水泥，厚3尺，高1丈5，墙外面还挖了一道壕沟，2丈深2丈宽，沟底全是削尖的木桩。城墙？他一个流放犯修城墙干什么？不光是城墙，崖壁上还架了2台投石车，听说石头能打到300步外。城墙上还有弩机，箭头全是钢的，能射穿皮甲。还有后山那间锁着的小屋，沈峰和苏锦月经常进去，出来的时候身上有火药味儿。投石车、弩机、火药，他这是要干什么？在黑石城搞武装割据？王有才前2日来过，沈峰卖出大量砖铁，换了6000多斤粮食。6000斤粮，这比黑石城1年的税量还多。这个沈峰现在有砖有铁有粮有城墙有投石车，再过2个月，他是不是该有兵了？大人，还有一件事，坊间传言他手里有个掌心雷，一出手能碎石头。赵虎带了30个人去抢他的窑，被一响吓退了。没人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但所有人都怕。必须盯着，摸清楚那个掌心带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如果真有这种东西，
那就不能让他一个人攥在手里。是。沈峰，你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再让你发展半年，我还能在守备府坐得住吗？配重箱装满碎石大约300斤。沈小子，这玩意儿能扔多重的石头？10斤实弹，射程大概300步，换成人头大的火药罐，重量差不多，射程也差不多。2台交叉覆盖，苦警方300步范围内没有死角。玻璃的主要原料是石英石，但纯石英石熔点太高，加碱能降低熔点，降到1300度就能融化。沈老板，你这玻璃窑内衬的内火土配方能不能告诉我？我烧了20年瓷器，从没见过这种倒焰窑结构。瓷器？你会烧瓷器？你先帮我把玻璃烧出来，然后我们一起研究怎么用本地原料烧瓷器。马师傅，这位宋师傅从今天起负责玻璃窑的温度控制。石英石开始软化了，碱起作用了，熔点确实降低了，气泡在往外冒。成了，透明的，不是西域那种花花绿绿的琉璃，是像水一样透明的玻璃。取玻璃。冷却太快的玻璃会炸裂，必须让温度慢慢降下来，要等1夜。好，第一批镜子先做10块，5块给王有才换马和药材，5块留着给其他商人竞价。它是奢侈品，凉州城的贵妇、西域的商人都会想要。1块镜子换1匹战马，不降价。这镜子比铜镜清楚太多了。比铜镜清楚100倍，脸上一根胡须茬子都看得清清楚楚。银子不急，我要药材，还有一本西域药典。赵药商是药铺会首，手里应该有好东西。成交。沈老板，这本西域药方记载了100余种塞外罕见的药方与炮制之法，是我赵家的命根子。赵老板放心，这书在黑石城能救活的人命，比它本身的价值更高。这钢刀，凉州军器剑能打出来吗？备马，去劈场，我要亲自会会这个沈峰。孙大人，有事。知府李大人有令，黑石城所产砖铁、水泥皆为军需物资，即日起由守备府统购统销。统购的价格呢？军需征用，还讲什么价？孙大人，大烟律明确规定，军需征用只能用于战时。现在是战时吗？如果没有，你拿军需征用来押流放犯，这事儿传出去，凉州城正经商家会怎么想？不交，3天之后来的就不是10个人了。那就等3天后再说。孙大人，请回吧。孙德胜说的3天后，是真的？真的。孙德胜一个守备敢直接来收我的窑，肯定是凉州那边给了他支持。3天后来的应该是府兵，不是10个，是几百个。几百个府兵，我们才100多号人。所以我们不是用100个人打几百个人，是用城墙、壕沟、弩气、投石车和火药罐打几百个人。苏锦月，从今天起劈场停工，所有人上城墙。我们要在3天之内把黑石城的防御能力再提一级。府兵攻击路线大概率是正面冲锋，谷口两侧是崖壁，骑兵冲不上来，只能走中间。正面宽度大约60步，这个宽度最多容纳50人并排冲锋。弩机24台分成2组，第一组12关，瞄准正面冲锋的步兵；第二组12关，瞄准后面的弓箭手。投石车先打冲锋集群，再打弓箭手阵地。毛兵埋伏在城墙内侧，万一有人翻过城墙或者撞开城门，毛兵出击。沈爷，府兵有云梯吗？可能有，如果有云梯，
弩机优先射云梯上的人，一个云梯最多3个人并排爬，24台弩机同时射，来一个死一个。但云梯不是最大的威胁，最大的威胁是攻城罪。如果他们用锤撞城门，城门撑不了多久。城门我已经加固了，外包铁皮，后面加了3道铁门刷。弩机阵地是重中之重，3道铁门山能挡攻城锥多久？如果是人力扛的攻城锥，大约1炷香；如果是带轮子的冲车，最多1盏茶。那就是说，如果敌人冲到城门下，我们只有1盏茶的时间。是。这1盏茶之内，投石车和弩机必须把城门前的敌人全部清掉。马师傅，城门前方30步是投石车的死角吗？不算死角，能打到，但准头差。投石车是抛物线，近距离落点不好控制。那就换火药罐。火药罐不靠石头的动能伤人，靠爆炸的碎片，近一点远一点都行。记着，城门前方30步范围内用大罐火药弹。够用，不用省。火药罐储备，小罐40个，大罐12个。从今天起，所有人睡在阵地上，弩机装衔不懈，火药罐从仓库搬到崖壁阵地。粮食和水集中到城墙下，等他们来，备战开始。石头，看杀戮！伏兵来了！伏兵来了！所有人听着，敌情确认，府兵从凉州方向来，数量大约350人。从现在开始，所有人进入战斗位置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放弩，不准投石，不准点火药，让他们来。刘校尉，你看，那道墙就是沈峰建的，墙上有弩机，崖壁上有投石车，正面强攻怕是要折损人手。弩机？一群流放犯能用好弩机？投石车也就是木头架子。孙守斌，你被一个流放强吓破胆了吧？不是吓破胆，是谨慎。那个沈峰邪门的很，什么都会。他的弩机比军营的弓箭射程远，投石车能打300步。打住！李大人交代了，黑石城的事儿速战速决，沈峰要活的，其他人死活不论。但有一件东西不能碰坏，他的图纸和配方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府兵听令，推攻城郊，第2队弓箭手跟进掩护，第3队云梯队准备登城，但后退者斩。攻城锤是最大危险，投石车瞄准攻城锤，弩机等弓箭手进入射程，优先射弓箭手，让他们先把云梯架起来，架上之后再射爬张的人，这样云梯堵在壕沟上，后面的人过不来。明白。马师傅，投石车第一发试射，瞄准攻城军。试射，放！偏左了，第2发，放！继续打，把攻城鬼钉死在300步线上。云梯队，不等了，直接搭云梯过壕沟。弓箭手，所有箭都往城墙上射，压住他们。沈大哥，云梯过来了，弩机放！他们的弩机射程怎么这么远？军器间的火出也就这射程。我跟你说过，他的弩机比军营的弓箭远。闭嘴！用盾牌护着推，冲到城门下就是赢。填壕沟，把云梯拆了，填壕沟。投石车换火药罐，
大棍瞄准城门前方30步，放！天雷，是天雷，不是天雷！咱们回药房跑，快跑！火药，他们怎么会有火药？军器间的火药弹都没这么大威力。我说过，沈峰会配火药。孙守备，你这辈子说过一句实话吗？鸣金收兵，活着的人清点弩箭，修补城墙，检查弩弦。晚上加一顿肉汤。府兵留下来的死马，今天加餐。伤员情况怎么样？轻伤12个，重伤2个。这2个重伤的，一个肩胛穿透，一个腿部剑伤伤到了动脉。我止了血，但要看今晚会不会发烧。如果发烧，需要更多的退烧药。退烧药够不够？够。王有才带来的药材里有柴胡和石膏，已经让后勤队在熬退热汤了。这一仗打完了，但真正的战争不在城墙外，在凉州城里。李崇仁不会善罢甘休，下一次他会带更多的人来。我们必须变得更强，不是城墙更高，是让敌人根本不敢来。城墙高度达到2丈，府兵制式云梯最长1丈8，爬不上来。弩机30台，弩箭库存5000支，投石车3台，实弹库存200个，火药罐小罐40个，大罐12个，手枪子弹已补充至18发。手臂该换药了。愈合的不错，你的缝合技术又进步了。酒精还够用吗？够。王有福下次来会带更多的药材。你说过要教我提炼精油，比酒精更强的杀虫剂。什么时候开始？等玻璃窑烧出更多的玻璃器皿，精油需要蒸馏设备和溶剂，现在条件还不够，先攒着香料。沈爷说了，第2座高炉15天内要出铁，咱们搬运队得加快。从今天起，每人每天多搬20筐，我带头。虎哥，你这肩膀上的伤还没好利索。皮外伤给缝了3针，早好了。别废话，干活。马师傅，这砖窑的火道走向，如果能改成斜向进风，温度会更均匀。我在景德镇见过一种龙窑，火焰从下往上斜着走，烧出来的瓷器受热均匀，废品率低。斜向进风，沈小子画的图纸是直向的，你要改得问沈小子。我去问。改。宋师傅，你是瓷器专家，窑炉结构你比我懂。砖窑的火道改成斜向进风，你画图，马师傅施工。以后窑炉技术方面的事儿，宋师傅说了算。沈老板，我一个流放犯，你让我管窑炉技术？在黑石城不看身份看本事，你有本事你就上，没本事再大的官也靠边站。梭子过经线的时候，手腕要放松，不能硬推，硬推梭子会卡线。你看，这样轻轻一送，它就自己滑过去了。真的，叶姐，你这手法真神了。不是我的手法，是沈大哥设计的飞箫。飞箫比手抛箫快3倍，但手法不对就容易卡线，多练就好了。今天这批布是要交给王掌柜的，江南织造府定的3000匹布，咱们得赶工期。产量怎么样？15台机一天能出30匹布，比上个月翻了1倍。但江南织造府3000匹订单，照这个速度要100天才能交齐。不急，江南织造府的订单只是开始，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丝棉混纺，把江南的缫丝技术和黑石城的飞梭织机结合起来。宋存深说他在景德镇见过一种丝棉交织的料子，又软又挺。你愿不愿意跟他一起试？愿意。我爹以前就说过，丝棉混纺是最高级的料子，但我们家的织机织不了，飞绣织机说不定能行。那就试试。明天宋应生会把丝棉混纺的方案给你，你们俩配合，他管原料配比，你管织织工艺。
你在看什么？2个月前，这里是几十座破土坯房，一群等死的人。现在5根烟柱同时冒烟，砖房一排一排的起来，水车日夜不停。沈老板，这次我带了个远客，西域鸠兹的商人哈桑。他听说黑石城的玻璃镜能照出眉毛丝，从龟兹骑了1个月的马赶来。沈老板，你的玻璃镜我在凉州见过，1块镜子鸠兹王宫里都没有，我要10块，用战马换。哈桑老板远道而来，辛苦了。10块玻璃镜没问题，不过战马之外，龟兹国有什么特产？长绒棉，比中原的棉花软，纤维长，还有香料、胡椒、丁香、肉桂。长绒棉。能不能带样品来看看？这就是龟兹长绒棉。叶小荷，你看看这棉花能不能用飞梭织机制？这棉花纤维比江南的木棉长1倍，织出来的布会比绸子还软。沈大哥，我要10斤样品，先试织1匹看看效果。10斤样品送给你，如果能织出好布，鸠兹每年能供5000斤长绒棉。成交。玻璃镜10块换战马10匹，编长绒棉样品。另外，哈桑老板，你有没有西域的火器图纸或者火药配方？沈老板问这个干什么？我听说西域有一种回回炮，比中原的投石车打得远。如果能弄到图纸，我用灌钢刀100把换。回回炮的图纸我没有，但我认识一个吐火连的老铁匠，他会造一种可以连发的弩，一次装箭10支，连续发射。如果你能出灌钢刀200把，我去帮你把图纸和老铁匠一起带来。一言为定。这写的是什么数？怎的不像咱们的算字？一横一圈就能记账，我竟看不懂。你这法子也太快了，我算盘都跟不上。啊！叶管事，这区几个阿拉伯数字符号，当真能抵得过算盘上的千军万马？这是沈大哥教的数字，他们不仅写起来省事，计算起来也更有条理。你且看，这账目若按此法垂直排拨，进出盐亏一目了然，不需要拨弄珠算，只需心手合一即可。这是真正的西域红花，活血化瘀的效果比京城的丹参强3倍。赵药商，这红花有多少？带了10斤，全给你。另外，你上次说的西域要点，我又找到了下册。上册是药材篇，下册是方剂篇，2册一起换3块玻璃镜。这是鳖撒文和汉文对照的方剂大全，3块玻璃镜，成交。这是从一个破产的西域药商手里收的，那药商欠了1屁股债，把家底全卖了。这2本书他舍不得卖，但我出5两银子他就舍得了。这本药典记载了一个方子，用红花、没药、乳香配酒，外敷伤口能止痛生医，比单纯的酒精清搓更进一步。如果能配出来，重伤员的存活率能再提高1成。药材够不够？红花10斤，魔药5斤，乳香3斤，够配1批出来。但酒不够，需要高度蒸馏酒，不能用普通黄酒。明天让马瘸子给你做一个更精密的蒸馏器，用玻璃做冷凝管，比陶管透明，能看到酒液流动。沈大哥，这长绒棉如果织出来，我估计1匹能换3匹普通棉布，但飞霄织机要调整，长绒棉的纤维太软，梭子摩擦力不一样。给我5天，我和宋师傅一起弄，他懂机械，我懂纺织。总结一下，今天交易额粮食5000斤，药材200袋斤，西域香料50斤，战马10头，长绒棉样品10斤，外加西域药典2册，支出玻璃镜20块，灌钢刀100把，青砖3000块，水泥5000斤，净赚。你每次算账都说净赚，但你不是商人，你是在用商业养工业。你说对了，商业只是手段，真正的目的是把黑石城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。今天哈桑答应帮我找连发弩的图纸和工匠，如果能造出连发弩，黑石城的防御能力就不是30台单发弩机能比的了。你一直在准备打仗？不是准备打仗，是准备不被欺负。上次围城，我们死了2个人，如果再来一次，我要让敌人连好口都过不了。这帮商人居然敢替一个流放罪求情！大人，那帮商人不光是求情，他们已经把黑石城玻璃镜和酒精和金卖到京城去了。据说京城的户部侍郎夫人都买了一块巴掌大的玻璃镜，花了20两银子。这事儿要是传到京城去，朝廷很有可能会派人来问黑石城在哪儿。
这个沈峰，打又打不下。他现在不光是烧砖炼铁，还卖玻璃镜，1块镜子20两银子，他一年能卖多少？据凉州商会的记录，这个月黑石城出口的货物总值已经超过3000两银子了，比凉州城最大的商后1个月还多1倍。朝廷要是知道了黑石城会怎么样？不好说。西北边境缺钱，朝廷急需能生财的地方。如果沈峰承诺按时交税，朝廷很有可能会给他一个合法身份。到那时候，大人再想动他就不容易了。那就在朝廷注意到他之前，先让他变成我们的人。他不是有技术吗？好，让他出技术，我出政策，让他用技术抵税，帮凉州府建一座官营的铁厂和砖厂。等他交出技术之后，他手里的筹码就没那么多了。大人要招安沈峰，招安也好，合作也好，名头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让他把技术转移到凉州府手里。等凉州府自己有了砖铁玻璃，黑石城就只是一堆空窑了。去吧，替我写封信，措辞要客气一点，看看他什么反应。是。沈老板，别来无恙，在下奉李大人之命，带来一份合作方略。钱师爷，李大人这封信写的客气，但客气归客气，4、6分成是不是太高了？沈老板，凉州府负责保护你们的安全，这个分成在凉州地面上已经是破例了。普通商人想跟官府合作，最多能拿2成。那是因为普通商人没有自己的城墙。钱师爷，上次刘校尉带了350人来，回去多少人？沈老板，打仗不是做生意的长久之计。今天你能挡住300人，明天呢？后天呢？凉州府的正规军可是有3000人。李大人不想再打，所以才让在下来谈合作，这是台阶。沈老板是聪明人，应该知道什么时候该下台阶。合作可以，但条件是：第一，利润55分；第二，技术留在黑石城，凉州府可以派人来学，但核心技术不转移；第三，黑石城保留自己的城墙和防御力量，凉州府兵不进黑石城。沈老板，你这3个条件，第1个能谈，第2个和第3个，李大人怕是不会答应。那就请钱师爷回去问问李大人。黑石城不是一根骨头，是一棵树，砍了树取柴只能烧1季，留着树年年都有果子吃。李大人会明白的。好，沈老板的话我一定如实转达，告辞。钱师爷来谈什么？合作。你答应了？没有。那他接下来会怎么做？他会派人来偷技术，等他把技术偷到手，再翻脸。那怎么办？让他偷，核心技术只传你们几个，其他人只学皮毛。偷迷毛回去，他也炼不出灌钢，烧不出玻璃。名字、原籍、什么手艺？李老铁，凉州人，打铁30年。王泥匠，凉州人，砌窑烧砖都会。张三，凉州人，学徒，什么都能干。打铁的去铁匠棚找周铁，砌窑的去砖窑找马瘸子，学徒去搬运队报道。每天3斤粮，多劳多得。偷懒扣粮，偷东西剁手。明白了，听明白了？明白了。李老铁，你这拉风箱的手艺不错，凉州哪个铁匠铺出来的？城东老字号张记铁铺，干了30年，铺子倒了，人也被流放了。张记铁铺，我在凉州时听说过，掌柜的姓张，不姓李。我是张掌柜雇的伙计，掌柜的姓张，我姓李。那你这30年手艺学的不赖，来帮我催这把刀，油温要刚好冒烟，不能太热。油温太高了，你在张记干了30年，连淬火都不会。我主要拉风箱。马师傅，这砖窑的火道走向怎么是斜的？凉州官窑的火道都是直的。斜的是宋师傅改的，火从下面斜着往上走，温度更均匀。宋师傅？哪个宋师傅？宋应星，江西景德镇来的瓷窑匠人。他改的火道，烧出来的砖废品率降了3成。烧出来的砖废品率降了3成，那水泥的配比
也是宋师傅弄的。水泥配比是沈小子定的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随口问问，想多学点手艺。那个李老铁有问题，拉风箱的手法太标准了，标准的像是专门练过的，不像铁匠铺伙计，更像是军器间的人。军器间的工匠拉风箱有统一的手法标准。王泥匠也有问题，正常的流放犯哪有心思关心技术细节？3个都是李重阳派来的，军器间的匠人假扮流放犯来偷技术，李重阳这一手比围城高明。怎么办？把他们抓起来？不急，让他们偷，但他们偷到的是我们想让他们偷的。水泥的基础比例是石灰3份，粘土1份，但要烧出高强度的，石灰要4份，粘土1份，再加半份碎煤份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偷回去的配方，初期硬度极高，但3个月后就会崩解。李纯明用这个剑窑，官窑必塌，到时候就是翻脸的时候了。到了，这就是黑石城，那道墙就是沈老板的水泥墙，上次300府兵都打不进来。这道墙不是石头砌的，水泥干了之后比石头还硬，有意思，进去看看。卡戴尔老板，你看这个，琉璃有色，玻璃透明。这镜子跟真人一样，我要20块。可谈。换50匹良马，外加这个大马士革钢刀。这不是钢，是什么材料？乌兹钢。好刀，韧性极佳。若能研究出这法子，黑石城钢刀更上一层楼。能不能借我研究几？送给你。若你能打出同样的刀，归此以后只从你这里进口钢刀。成交。这纹路是颗粒状的，不是折打出的木纹。这是特殊的冶炼工艺，我们需要无字钢原坯做研究，以后用灌钢刀换钢锭，1把换1块。你的心思全在工业上，工业是根基，就有动听价权，我不怕任何封锁。奉凉州知府李大人令，黑石城物品即日起实行全面贸易封锁，凡私自倒卖者，皆以谋反罪论处，严惩不贷。各位，如果黑石城的窑一停，咱们在座的一半都要关门，信必须签。我订了1000匹布，钱都付了一半。我的酒精全靠他们，灌钢刀便宜3成，黑石城不能倒。咱们不是替沈峰求情，是替自家的买卖求情，要把信递到户部。大人，凉州商会23家商户联名写了一封信，直接递到京城户部去了。信上写了什么？信上说，黑石城所产砖铁、玻璃、酒精为凉州商税重要来源，请求户部下令解除封锁黑石城的商路，不得再派兵围剿。这帮商人吃了雄心豹子胆，居然越过本府，直接给户部写信。大人，更麻烦的是，户部已经派了一个主事下来，据说这几天就到凉州，专门来查黑石城的商税。户部主事来查商税？是。而且还带着太后口谕。太后在宫里听说了黑石城的玻璃镜，说想看看是什么样的。太后都知道黑石城了，这个沈峰，他的货已经卖到宫里去了。大人，现在动沈峰已经不是时候了，户部的人马上就到，太后在宫里盯着，这时候动黑石城，等于跟朝廷过不去。先不动他，但那3个匠人
让他们抓紧，在户部主事走之前，把黑石城的核心技术偷到手。沈老板，沈老板，好消息！凉州商会联名信递到户部了，户部派了一个主事来凉州，专门查黑石城的商税。而且太后在宫里听说了玻璃镜，想看。太后想看玻璃镜，千真万确！我在户部有个熟人，他亲口说的。太后问宫里的太监，那个能照出眉毛丝的镜子是什么地方产的？太监查了半天，查到了凉州。太后就说拿来给哀家看看。王掌柜，你帮我办一件事，挑一块最好的玻璃镜，用最好的绸布包好，配上紫檀木盒，托户部的人带进京，不要钱，送给太后。太后用了黑石城的镜子，以后谁敢动黑石城？李晨明敢跟商人斗，敢跟户部斗，他敢跟太后斗吗？妙，这手比刀还狠，我马上去办。你把镜子送给太后，这步棋走得很远。那3个探子呢？他们还在偷。我故意让他们看到水泥强化配方，石灰4份，粘土1份，碎煤粉半份。这个配方烧出来的水泥初期硬度极高，但3个月后会崩解。李崇文拿到配方后一定会建官窑，3个月后他的官窑会塌。那他会不会再来打我们？不会，3个月后太后手里已经有黑石城的镜子了，他不敢打。虎哥，这碗敬你。围城那天，你在城墙上连砍了5个府兵，要不是你带队守着城门洞，城门早就被撞开了。不是我，是老周和小李，他们俩死了，我们活着。这就敬老周和小李。虎哥，你以前的事，兄弟们一直想问。你好歹是凉州守军校尉出身，怎么会被流放到黑石城来？今天喝了酒，就跟你们说实话。5年前，我还是凉州守军校尉，管着军器监的军械库。有一天核对账册，发现库里的铁料少了3000斤，军饷少了5000两。我查了3个月，查到了李成明身上。李成明，凉州知府。对，他和军监的管事勾结，把铁料和军饷转到西域私商手里，赚的银子对半分。我查到证据后，把账册抄了一份藏在只有我知道的地方，然后去找李成明对质。3天后，我被抓了，罪名是贪污军饷。军饷银子从我床底下搜出来的，当然是李成文派人放的。我百口莫辩，按大烟律，贪污军饷是死罪，但李成文没有杀我，他把我流放到黑石城，说让我在这蛮荒之地慢慢等死。他不杀我是因为他还不知道账册在哪儿，他想让我活着，好找到那本账册。那账册还在吗？一直在我身上，5年来，这本账册从没离开过我，上面有李晨明5年来每一笔贪墨的记录。沈烨，这本账册是李崇明的罪证，5年来他贪墨的铁料、军饷、粮草全在上面。今天交给沈烨。孙德胜也在上面，是李晨明的走狗。黑石城的赈灾粮每年有1半被孙德胜转到李晨明手里，流放犯饿死，他们分钱。你为什么不早拿出来？以前拿出来没用，黑石城是流放犯的等死场，没人管。现在不一样，现在黑石城有城墙，有弩机，有商路，太后都知道黑石城了。这时候拿出来，李崇文才会倒。赵虎，这本账册递到京城，李成明是死罪，但你是当事人，你也要被查。查就查，我赵虎以前是混蛋，收保护费，欺负人，但混蛋也有混蛋的底线，我没贪过1两银子。沈爷，我不求别的，只求李崇文伏法那天让我亲眼看着。好，这本账册抄3份，王有花送1份到户部，西域商人送1份到御史台，凉州商会宋长本留1份做北副。3条商路同时出发，王掌柜走官道，哈桑走西域商路，宋掌柜走水路。3份账册，只要有1份到达京城。什么时候出发？现在。
年了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赵虎，这本账单一旦到了京城，你的身份就公开了。守军校官被冤流放，你会被朝廷召回去作证。我不回去，黑石城是我的家，以后黑石城的安保队我干到死。3支商队同时出发，姓沈的是在送什么东西？钱师爷，那3个匠人传回来什么消息？李老铁传回来水泥配方，王泥匠传回来砖窑火道结构，张三传回来投石车图纸。但是核心技术，灌钢法、玻璃退火工艺、火药配比，这3样，3个人都没接触到。为什么？沈峰的核心技术只传5个人：周铁、马瘸子、苏锦月、叶小海、宋应星。那3个匠人被安排在搬运和砌窑的位置上，根本接触不到核心技术。不能再等了，户部主事后天就到，太后的镜子已经送出，钱师爷发最后通牒，3天内交出沈峰和赵虎，否则大军压境。这次不是350人，是800人。大人，户部主事马上就到。我搅的是谋反。黑石城私造军械，聚众练兵，每一项都是大罪。等主事来了，看到的是被剿平的谋反窝点，他能说什么？最后晕点，李长纯限我们3天内交出我和赵虎，否则800府兵围城。800人，沈爷，让我出城，这本是我的事儿。我带着账册去凉州自首，换李冲锋退兵。你不是去送死，你是要活着看到李冲锋倒台。这一仗是黑石城所有人的仗。800人听起来多，但我们的城墙比上次高了2尺，弩机多了6台，投石车多了1台。上次能挡住350，这次就能挡住800。城门后面加了3道铁门栓，撞开它至少要多花1倍时间。3台投石车交叉覆盖，没死角。火药罐储备翻了1倍，伤药全部备足，医疗棚扩到3间，火力强了将近1倍。他们还是那些兵，这一仗让他们来。烽火已经备好，发现敌情立刻举火。从现在开始，所有人进入战斗位置，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防御体系。这就是我说的主动威胁。弩机只能守城，但这东西能让我们的意志延伸到任何地方。乌兹钢的韧性是关键，它能承受火药连续激发的高热而不爆裂。这便是那传说中的武器，构造如此精巧，简直像神迹。沈爷说了，这叫标准化生产。一旦这把枪造出来，黑石城的商路就再也没人敢拦。沈爷，这东西每一个零件都分毫不差，我打了30年铁，从没见过能把铁器做得如此严丝合缝，这简直是神迹！这种武器的威力，恐怕连千军万马都无法阻挡。这叫工业的力量，在标准化面前，个人的武勇将变得毫无意义。3天后有硬仗，伤员会比上次多。 3个棚子，12张手术台，药品够100人份。妇女队训练过急救包扎，重伤员送到我这里，轻伤员他们能处理。如果重伤员太多，你能不能撑住？我在流放路上学会了一件事：不能撑就死。你造手枪建城墙配火药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撑不撑得住？没有。那我也没有。该做的事做好，结果不是我们能控制的。这把手枪，万一城门破了，你拿着。要我干什么？你呢？我有了另外一把，如果城门破了，有人冲进医疗棚，你用这把枪。好。800人，还有工程塔，快救助！
最大威胁不是攻城锤，塔上的弓箭手能压制我们的弩机，塔上的弓箭手优先打攻城塔。明白。马师傅，投石车换火药罐，瞄准攻城塔，先把塔打掉。攻城塔移动慢，第一发打左边那个，装火药罐，小罐点火。偏了5步，第二发放。好，打右边那座。攻城拳冲，用盾牌护着腿。云击队全部上，6部架黑石城同时架。1排装箭，2排发射，3排准备，轮换，不要停。投石车换大罐火药弹，瞄准攻城9，趁他们搭桥，炸掉攻城9。投石车，城门前方火药罐覆盖，快！太近了，城门前方30步，投石车最小射程。不管放，哪怕炸到城墙也得放。兄弟们，城门要是破了，我们就用这条命堵住城门洞。黑石城没有怕死的人，没有怕死的人。石头，指挥权交给你，弩机继续压制。神爷，你怎么下来了？赵虎，城门破了之后，你们往两边散开，给我让出设位。神爷，就这一把长枪够用。神风，你还有什么招？你的掌心雷呢？李大人，你知道为什么我叫他枪吗？因为它是掌控在手心里的东西。下一枪不会打偏，你是想死，还是继续当知府？撤兵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据御史台奏报，知府李长文涉嫌侵吞饷、私卖军械、陷害忠良等多项重罪，着即革职，由张正言会同刑部审理，孙德胜同案查办。钦此。5年了，李大人，你还记得我吗？赵虎，你还活着？你在害我那天就该想到这一天。记录都在此，字迹印章核对无误。李晨明，你是招还是等罪加一等？我招，军饷、铁料、陷害，全招。今天黑石城商路保住了，这碗酒敬沈老板。黑石城会有正式名分，以后或走西域，不走凉州府税。各位是优先伙伴，价格低1成。赵虎拒绝复职，领安保统领衔。我要在新知府来前，把城墙商路所有制度打好。圣旨到，黑石城流放犯沈峰接旨。草民沈峰接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黑石城地处西北边陲，民风淳朴，物产丰荣。流放犯沈峰带领全城百姓修城筑墙、烧砖裂铁，开辟商路，防御外敌，实为有功于社稷。得即改黑石城为黑石边卫镇，设镇抚使一职，由沈峰担任，免赋税10年，自主通商权，允许保留自卫武装。另黑石城原有流放犯户籍全部划免，改为边镇户籍，与凉州民籍同等待遇。钦此。我们不是流放犯了，我们是人了。圣旨下来了，黑石城从流放犯集中营变成了正规边镇，
但你们都知道，名分只是名分，真正的改变靠的不是这张黄绸，是城墙、窑炉、商路和制度。接下来怎么做？第一，把黑石城的工业体系制度化；第二，扩大生产，新建一座高炉、2座砖窑、1座玻璃窑；第三，开通西域直达商路。哈桑回去后，已经向龟兹王禀报了黑石城的玻璃镜和灌钢刀。龟兹王有意与黑石城签订长期贸易协议。龟兹王那可是西域大国，跟龟兹签了协议，凉州府的商税就管不着我们了。对，凉州府管不了我们，但我们可以和凉州府合作。你不是一直拒绝5-5分吗？新来的知府，不管是谁，只要他不挡我们的路，我们就拉一起做生意，利润5-5分。3仗之后，李长明倒了，圣旨来了。现在常知道黑石城有火药和军械，但没有追究，因为我能赚钱。你是说朝廷是因为钱才不追究？对，一个能赚钱的边镇，比一个只会消耗军饷的边镇，朝廷选前者。但如果有一天黑石城不能赚钱了，或者朝廷换了一个不在乎钱的皇帝，这把步枪就是最后的保险。你已经批量制作这个步枪了吗？子弹生产线已经建起来了，日产20发。这种步枪虽然没有我之前那个厉害，但是性价比是最高的，是目前最好的制式武器。你想过没有？你在黑石城建了一个国中国，不是国中中，是一个工业特区，朝廷承认的、合法的、能纳税的工业特区。当黑石城的产值大到影响整个西北的税收数字时，朝廷不但不会动我们，还会保护我们。公子，这衙门们刚吵过架，不急，先去黑石城。公子刚到凉州，茶都没喝一口，就去黑石城。我来凉州之前，在京城看了李崇明的案卷，350人围城打不下来，800人围城被一枪吓退。凉州商税这个季度涨了2成，全是因为黑石城。我不先去黑石城看看，怎么当这个凉州知府？1丈5尺高的城墙，砖缝勾得齐齐等当。这砖是高温烧的青砖，硬度比凉州官窑高1倍。墙上的弩机至少30台，这东西不是摆设，垛口后面的弩弦都是上紧的。这不是流贩的集中营，这是一个工业重镇。在下陆文渊，新任凉州知府。原来是陆大人，微服私访。陆大人跟李崇文不一样，李崇文是来抢你的窑，我是来学你的窑。沈老板，能不能带我看看你的窑炉？请。这高炉一天能出多少铁？一炉大约200斤生铁，2座高炉轮流点火，一天能出400斤。灌钢一炉出50斤，3天一炉。凉州军器监一年的铁产量不到3万斤，你这一个镇，一座高炉一天400斤，一年就是14万斤，抵得上军器监5倍的产量。陆大人好算盘，确实如此。沈老板，李崇文是贪官，他只知道抢你的砖铁，抢你的配方，抢你的利润。我不是，我是读书人。读书人知道一个道理，与其抢一棵树的果子，不如让树长得更大。陆大人的意思是，凉州府和黑石城合作，黑石城提供技术，凉州府提供周边3县的铁矿和煤矿开采权，利润5-5分。黑石城的自卫武装继续保留，凉州府兵不进黑石城。这条件和李崇明的最后通牒一样，但李崇明给的是陷阱，陆大人给的是真心的。李纯成给的条件是要你把技术交出来之后再教你，我给的条件是把矿给你，让你扩大生产。矿在你手里，你在黑石城，我在凉州城，我们之间隔着150里戈壁滩。我要的是凉州府的商税涨上去，你要的是黑石城安全发展，我们的利益不冲突。成交。新知府不是敌人，但我知道利益一致时是朋友，利益冲突时是什么。招贤令贴好了，会一门手艺的都能报名，流放也收。包吃住，
月俸银1两，核心手艺还能入股分红。入股分红还管吃住，这招贤令可不像玩笑。只要你有一技之长，打铁、木工、泥瓦、烧窑、纺织、食药，全收。来这边登记名字和手艺。今天报名的人超过50了。周铁的冶金课30个学生，马帖子的建筑课25个，叶小爷的纺织课收了18个女工，我的医疗科也收了12个，有几个以前是凉州医馆的学徒。黑石城现在需要更多的工匠，矿山要人、窑炉要人、织机要人、商路护送要人，50个学员远远不够。明天把招集令送到凉州城、甘州城、宿州城，所有西北边镇都要贴到。有一个问题，学员学会了技术，会不会跑去别的地方？有办法，核心学员签客约，学成之后必须在黑石城服务3年，3年之后去留自愿。普通学员不限制，他们学会烧砖炼铁，去别的地方建窑开炉，等于帮黑石城传播了技术标准。以后西北所有边镇都用黑石城的标准，黑石城就成了西北工业的中心。你不怕别人学了技术跟你竞争？不怕，技术是不断进步的。他们学会灌钢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在研究大马士革钢了；他们学会大马士革钢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在造新式联发弩了。永远领先一步，就不怕竞争。瓷土5成，石英石5成，加减半成，煅烧温度1150度，看看哪个能烧出半透明瓷板。宋师傅，你在试什么？把瓷器釉面技术和玻璃工艺结合起来，烧出一种既光滑又防水的板子。如果能成功，贴在墙上比水泥墙面更干净，铺在地上比青砖地面更平整。我在景德镇时就想做这个东西，但窑温不够，石英石烧不化。黑石城的窑温能到1300度，完全够用。这就是瓷砖，如果能量产，黑石城又多了一个拳头产品。成了，半透明瓷板比玻璃更有韧性，比瓷器更薄。这东西如果能烧成大尺寸的，贴在窗户上，透光不透风，还比玻璃结实。这就是瓷砖的雏形。先用小尺寸试产巴掌大的瓷砖，用来铺地面、贴墙面，等工艺成熟了再放大尺寸。给我1个月，1个月之内，我烧出第一批可量产的瓷砖。宋应星是个天才，他一个人在实验室里摸索出来的东西，在另一个世界需要一个研发团队。瓷砖如果能进凉州市场，利润比青砖高10倍。你给他开了多少工钱？核心技术入股，瓷砖的利润他拿2成。2成？你之前从没给过这么高。宋应星不是普通工匠，他是研发型人才，这种人才不是用月休能绑住的。给他股份，他就是黑石城的合伙人。合伙人不会跑，不会偷懒，不会藏私，他会把最好的东西全拿出来。你是说用利益绑定人才？不是利益，是尊重。但在黑石城，工匠是合伙人，宋应星不是给我打工，是给自己打工，这不一样。这镜子竟能将眉目照得如此真切，比之宫中那些昏黄且重影的铜镜，简直是云泥之别。触感如丝，却比江南最顶级的绸缎更耐磨损。那原本荒凉的黑石城，在沈风手里，竟真成了知乎梦寐以求的聚宝毯，玲珑剔透，全无半分流离的晦暗。沈风，朕倒是越来越想知道，你那脑袋里究竟还装着多少朕不曾见过的手段？不仅能造出这些稀罕物，还能筑起阻挡府兵的高墙，甚至连西域商路都握在手中。朕的大研版图上，何时出了这么一个了不得的地方？百闻不如一见。传旨，朕要准备离京，朕要微服私访黑石城，去亲眼看一看那个叫沈风的人
到底在那片戈壁滩上种出了什么样的奇迹？